个人的真实人品，其实藏在他对金钱的态度里。人生在世，可以有许多在意的事，也可以有许多牵挂在心的东西。但是，一个人最重要的，还是他对于金钱的态度。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如何，就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三毛曾经这样说过，世界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，世界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离不了关系。三毛真的是看透了人生的人，将人间的悲剧毫不掩饰的说出来，用2句话就概括了悲剧的真相和事实，实在是令人敬佩。一、金钱与人性，喜剧与金钱无关。世界上的喜剧不用钱就可以出现，因为人开心时可以不拥有金钱，人可以不用拥有很多金钱就享受和亲人之间的团聚，人可以不用拥有很多金钱就享受朋友之间的友情，人总是能够找到些许活着的快乐，并且是不需要用钱来衬托起的快乐。比如一家人在一起吃顿简单的晚餐，朋友们聚在一起聊聊近况，这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并不需要花费大量金钱。悲剧与金钱相关，但是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剧都和钱有关。譬如说余华写的那本《活着》，还有许三观卖血记，全都是穷人的故事。你说不好这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，但是在看到故事中的一个个小人物都因为没有钱而死去的时候，心里头就莫名的涌上来一阵阵的悲伤和心痛。这感情很复杂，但是也很令人深思。穷人实在是太难在这个世界上过活了，尤其是那些连饮食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穷人，更是世间悲剧的主角。所以金钱的重要性就因此不言而喻。现代社会中，判断一个人人品如何，其实只需看一个字：钱。最快速的方法也就是看他的钱品如何，通过观察他对待金钱的态度，就能够知道他的真实人品。二、钱最能见证一个人的人品好坏。友情里的金钱考验。人类对于金钱的欲望是非常大的，假如你想要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如何，那么观察他在不同的感情里对于金钱的态度就可窥出一二。在友情里，对待朋友，在朋友有难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假如他紧紧地攥住自己的钱不肯松手，明明有能力帮助，却说自己没有钱，不肯借给朋友，不肯雪中送炭，那么这样的人对自己的朋友都无法大方给予帮助的话，就更不用指望他能够对待自己的亲人有更大方的表现了。但是假如他在自己朋友有难的时候，主动提出问对方需不需要钱，需不需要一点支援的话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对朋友好的人。这样的人能够对自己的朋友好，那么他的人品也很有保证。爱情里的金钱考验。在爱情里，对待自己的爱人，假如他舍不得为自己的爱人花钱，在自己爱人生日的时候一丁点心意都没有，那么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也不是物质的问题，而是他对自己朝夕相处日夜陪伴的爱人没有一点的情谊，说明这样的人不重情，就更靠不住了。可是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非常好，逢年过节都能够记得住向自己的爱人表达自己的心意，那么他值得深交。其实并不是礼物贵重的问题，也不是送礼的金钱多少的问题，而是这样一个人重情、金钱管理与人品。所以一个人怎么花自己的钱，怎么管理自己的金钱，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证明他的真实人品究竟如何。正是因为现代人太在乎金钱，所以对于一件他如此在意的事，才能够在其上显出对方真实的态度，显出自己真正的为人处事的样子。三、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深交，就看他的钱品。患难见真情。深交和浅交的最大区别，就是判断能不能和这个人患难与共。更交心的朋友，是能够和他共度患难，共同面对人生的风浪的。面对风浪的时候，不仅仅需要精神上的陪伴与支持，更重要的是金钱和物质上切切实实的帮助。假如朋友的生意出了问题，或者出现了什么破产危机，那么这时候能不能拿钱出来帮助他周转，帮助他度过这一次的难关，就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真实人品值不值得相交。经济困境中的支持。如果朋友的工作被裁，丢掉了自己的工作，
也没有了经济来源，自己是否愿意借给他所需用的钱财，是不是能够给够他需要的帮助，也体现了人品。有些风浪需要陪伴，需要鼓励，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，但是有些风浪更需要的是金钱的支持，是真正的帮助。这样的帮助才是可靠的，是靠谱的，是信得过的。所以，一个人假如真的是能够靠得住的人，那么他的钱品必然也是过硬的。他不会为了自己的钱而不去帮助朋友，不会为了攥紧手里的钱而什么都不付出给自己的朋友。一个真正的朋友就应该是一个钱品好的人。4. 不好意思谈钱，最终苦的是自己。金钱的本质，钱本来是一件被用来当作等价交换物的物品罢了，和其他物品一样，都是一种人类需要的物品。但是与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所需的物品不一样的是，货币本身没有价值，反而是它能够交换到的货物才有真正价值。逃避谈钱的后果，不好意思谈钱的人，对于金钱是个逃避的态度。这样的态度正说明了这个人对于金钱还有些自己非常保守的看法，不愿意将金钱大大方方、坦坦荡荡的讲出来，也不愿意聊天，不愿意和别人谈钱。其实，一个人越在意什么，往往就说明他越缺什么。一个人越是在意钱，越是不想谈钱，越是对钱讳莫如深，那么他可能对于金钱的缺乏就越大。所以，如果不好意思谈钱，这个人其实也是在自找苦吃，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件事放在光明下说，不愿意光明磊落的谈，就说明了他对于这件事还仍然有一些没想通的拧巴之处。5. 金钱与人际关系，亲情与金钱。亲情是最纯粹的感情之一，但即使在亲情中，金钱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个人对待家人的金钱态度，往往能反映出他对亲情的重视程度。比如，父母为了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质量，往往不惜花费大量金钱，这种无私的付出体现了亲情的深厚。然而，有些人对待家人却吝啬至极，甚至在家人需要帮助时也不愿伸出援手。这种人无论在外表现得多么慷慨大方，实际上却是自私自利的。朋友与金钱，朋友之间的金钱往来是最能考验友情的。真正的朋友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而不是斤斤计较。那些在朋友有难时只会袖手旁观，甚至落井下石的人，是不值得深交的。朋友间的金钱借贷，虽然有时会带来一些麻烦，但也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质。那些借了钱不还，甚至翻脸不认账的人，往往是人品有问题的。爱情与金钱，爱情中，金钱同样是一块试金石。一个愿意为爱人花钱的人，往往是真心实意的爱对方。而那些在爱情中斤斤计较，甚至在对方有难时也不愿意出手相助的人，往往是自私的。爱情不仅仅是浪漫的花前月下，更是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。一个愿意在生活中为对方付出的人，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。6. 金钱观的自我修养，正确认识金钱。要想形成正确的金钱观，首先要正确认识金钱。金钱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目的。我们追求金钱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为了金钱本身。只有正确认识金钱，才能形成健康的金钱观。学会理财，学会理财是形成健康金钱观的重要一环。合理的理财观念和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，从而避免因金钱问题而产生的烦恼。理财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，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培养良好的人品，金钱观的形成离不开良好的人品。一个人只有具备良好的人品，才能在金钱问题上做到公正无私。培养良好的人品，需要从小事做起，注重细节，养成良好的习惯。7. 金钱与道德，金钱能否买来道德？金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，但道德却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。一个人是否有道德，与他拥有多少金钱无关。那些道德高尚的人，即使贫困，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；而那些道德败坏的人，即使富有，也会为了金钱不择手段。
金钱与道德的平衡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需要在金钱和道德之间做出选择。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能够在追求金钱的同时，保持自己的原则，而不是为了金钱放弃道德。8. 总结：一个人的真实人品，可以通过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展示出来。一个人的人品或许可以短暂的隐藏起来，包装成完美无瑕的样子，但是一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绝对不可能被包装。金钱能够显出一个人的真实人品。通过观察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，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他的真实人品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判断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形成正确的金钱观，保持良好的人品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